看起来真赞啊！所以你今天其实是业代，拍这个人来的。这个进度太快了啦，不行啦！哦啊，真香啊！今年来参加三阳 SL 的新车发表会，听说今年的三阳呢很给力，以往要大家改装到 SL 158呢，现在直接有现成的车可以买。那身为现任 SL 125的车主呢，我决定发挥实验的精神，等直接买一台回家。那我等一下呢，先试骑完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这次 SL Plus 呢，最夸张的地方就是在它的加速。我呢从来没有遇过一台原厂车的调教可以调整的那么像是一台改好的改装成车。整个升级幅度给我的感觉呢，就像是之前的 MX5 提升动力一样。车重呢一样保持在轻量状态，但动力呢却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SL Plus 呢虽然在置物空间的表现跟以前一样，根据小道消息，之前的125呢是可以共用它的车壳等料件。这个部分呢，我等我签车再来跟大家详细聊。不过身为 SL 125的现任车主，试完之后呢，真的觉得真香。如果你是习惯看账面规格的话，或许真的不是让人很兴奋，毕竟白牌的天花板呢就摆在那。但如果你是在找一台原厂调教动力的进阶改装车，你不需要花另外的钱去承担动力改装的风险，就能体验改装车带给你的感受，能够七骑还很小声，重点是骑起来还是很舒服，保留原本125的那种刁钻与轻便感。是的，如果你是个硬派玩家，该改的就去改吧。这台车的发挥空间真的太巨了，只要你骑过之前的 SL 125，就会发现125的驾驶感受呢总是闷了一点，所以很多车友们后续的动力改装都动了不少，像是电脑啊、气缸等。这次 SL Plus 呢，这些动力改装都直接省了下来，可以说完全解放这台白牌性能钢炮。轮胎呢也巧巧用上了 DRG 的胎，其余像是避震、卡钳，则看你自己的需求去做调整。但我是建议可以再另外小升级。那跟我之前改装的 SL 155差在什么地方呢？来讲点简单的差别呢，在我的行车电脑可以调整的模式比较多。艾瑞斯呢有3种模式可以调，原厂版 SL Plus 呢没有，也期待之后呢再看到艾瑞斯可以出 SL Plus 的电脑，这台车呢绝对还能再快。好啦，感谢大家一直听我这个自己想买这台车的人在这边跟各位推坑。趁着这场媒体试驾的活动呢，我们也来看看大家是怎么看待这次的 SL Plus 呢 ？SL Plus 158，名字超长的，有够难念。啊，你有骑过它上一代 Jet SL 125吗？有啊，那天也是下雨啊。今天刚好也下雨，两台骑起来感觉遇水则发。这颗引擎有点强到它这台车的车身有点 hold 不太住。158cc 它的延展性啊，甚至说我刚直线的时候骑到比较后段，我会觉得它还蛮够，动力比较源源不绝。看起来真赞啊！感觉哦，我觉得158真的比较合我胃口，因为125动力太小，就是你可以感觉到125它是很轻巧灵活没有错，但是你转下油门的那一瞬间，你就回归现实，它还是一台125啊。那你骑应该还好，因为我太重，你有重量加。对我大概是你的1.5倍吧。那上一代125嘛，这台变158嘛，那动力当然是增加很多，不用讲了。那就是说，在车体没有变大的条件下，然后它其实那个动力增加了那么多，其实我反而会觉得有一点 hold 不住。hold 不住，对，尤其是像刚刚又下雨，刚刚出弯的时候，只要补油门或者什么的，其实后人都会撇，再加上又下雨的关系啦，地滑嘛，对不对？对，然后再加上那个轮胎，但毕竟比较是运动胎，然后它就是在最旁边那个排水线那边就没有做的那么好，所以我们刚刚其实几乎所有人就是在讲，就是下去太深一点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撇。难怪刚刚不然撇掉2台。对啊，就是刚刚撇掉2台啊，所以今天其实撇掉不少台，真的。好了，我身旁这位美女呢是 Sylvia。嗨，我是 Sylvia， 我的频道就叫我是 Sylvia。我都还没让你介绍，自己先讲出来。对啊，当然了，这个时候要趁机赶快啊。我们当初有一起试驾过 SL 125嘛，对不对？对，一样在一个下雨天。那这一代跟上一代，你都2台都有骑过吗？对。差别你有感觉得出来吗？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动力，158cc 它的延展性啊，甚至说我刚直线的时候骑到比较后段，我会觉得它还蛮够，动力比较源源不绝。坏掉的赛车手。其实最大就是动力差别嘛。然后我觉得，因为现在是排气量提升，然后它的最大马力跟最大扭力都提早出现，所以其实在骑的时候，我老实说，我知道车会变快，可我不知道变那么快。它转下去那个感觉是，我这样说啊，我直接明白讲，如果我18岁，我现在18岁，我一定买这个车，因为原厂不用改，它就很快了，而且车子又很轻。因为其实 Jet 本来就讲求操控，那有时候我们要动力，你买到150的车子太重，然后操控又没那么好，但现在125可以跑这么快，我觉得有点颠覆
我的想象啦。这根本是改装的乘车在这边的。那操控的表现如何呢？操控的部分，其实我必须说，就是在今天这个场合，这样给轮胎的设定下，我真的觉得我不敢下去。就是过弯指向很快没有错，倾倒很快没有错，但是在今天这一个场地的条件下，那个操控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把它操到极限。对我刚刚基本上我不敢做什么倾角，因为到后半段那边连续 S 弯那边的时候，几乎每个弯都在平，而且我都还没有磨到任何排气管那一些哦，不是说我们已经磨到排气管了，然后才撇出去，没有，对啊，所以反而在今天这个场合操控我必须老实说试不出来，今天骑的比较保守，很保守。好，那操控呢？操控没话讲，就是承袭125的优良传统，然后又进化了，因为它还有在做一些调整嘛，像是轮胎啊，它有换成 R1N 就是 DRG 的原厂胚胎，然后他们这次就是配了12寸的，然后给 Jet SL Plus 158用。那操控呢？操控其实我觉得算是维持它原本的那个基因，因为上一代给我就已经非常印象深刻，它在那个弯道中，尤其是连续弯道的时候，我会觉得它非常的灵活哦，这真的就是那样人车一体的感觉，人车一体都出来了。哎呦，对，那这一代呢，我觉得应该说158cc 这一台呢，其实我也觉得有同样的感受，基本上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但唯一遗憾就是说今天下雨啦，所以你说比较进阶操控没有试到，而且我们下去前也看到很多人就用身体去享受这个车的超驾快感啊，对不对？大家因为我刚刚在想为什么今天大家会这样摔，因为你忍不住的车你会想要压低，因为它很灵活。可是毕竟今天是湿滑的场地，所以难免有一些状况。可是我觉得如果以喜欢玩车的人来说，这台车真的值得买。125车很好，但像我们的体重都70几80的哦，你会觉得这难免比较美丽一点。可是这个就没有这个问题。我认为这台车动力真的没什么问题，15匹马力，但是只会127公斤的车身。加速感觉如何呢？我觉得很棒，在这个集距里面，它的加速感是很棒的，是有感的，我觉得这一点有感。如果今天天气好，愿意给它吹到底。我会再多吹一点点。直线我给满分哦。对，因为我真的觉得158的，就我150等级的车做到这样子，有超乎我的想象，而且现在是7期环保法规，车这么快，真的我觉得很棒。但整体而言，它是会让我心动的车啦。直线这个不用讲了啦，因为我们刚刚这样试的时候，我刚刚好像依稀我眼角余光有瞄到，就是直线进去丢到第一个弯的时候，大概时速已经到90了吧。如果你真的在晴天的话，你敢拼一点的话，甚至也许可以破100。最后瞄到的时候大概90出头一点。这个场地最后面有一段直线，我们用那边来做一个基准，大概在同级距里面没有他的对手，因为我今天在那边稍微拉一下他就90了。平常就是晴天的状态，很多车都要拉到底，拉到你已经快要跑出去那个弯了，大概才有90出而已。好，第一个问题，单身吗？单身。未婚吗？未婚。有孩子吗？没有。好，可以走了。我还有3个问题要问。哎呦，未婚吗？未婚，单身吗？这个有交往对象，对，这个进度太快了啦，不行啦。哦，对我这个人是最那个专情的。有没有决定换车了？把那个最近那台换掉，换成158？我第2句已经出掉了。可以考虑哦，就蛮好玩的啦。他如果真的有对手，大概就剩 PGO 的那个 TIG 吧。对，大概就只有这台。我大概性能上是他的对手，但是销量当然不用看。对。那你买白色，我买黑色，我们说好了。好，黑白双煞。对，我们直接去找 SYN 订。啊，那个还哦，对。所以决定买一台了吗？慎重考虑，真的慎重考虑，因为不用考虑，我们等一下直接就跟我去订一台，要不要？家里车太多了，所以你今天其实是夜带。没有，其实我今天是派这个人来的。但不错啦，这个车。然后我们必须说，因为你有改车嘛，我跟你讲，改装车再猛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比较难去控制它的声音。然后有时候就是很好的店家改，每台车出来还是会有不一样。但是你想想看，现在每一台车出来都是因为原厂的稳定度就是高，每台车都那么快，又安静又会跑，我找不到理由不买它。对，越想越香啊，真的。哇，旁边有坑有无？有坑吼，看起来流动气体的流动吼，伊加速绝对性叫的啦。迄边啊看白白乌乌吼，迄做的看起来就真帅。还有 Plus 的，Plus 操控绝对是一流的，一级棒的啦。我没有骑啊，才刚到。外形一定是更帅的啊，因为就是有那个洞，真的有洞很帅很多，而且它是真的有洞，不是有些会假装的那个外表看起来很帅，但是稍微低头没有穿过去，会稍微少了一点分数，这个没有哦。那个风阻系数可能差不多0.0001而已，看起来很帅啊，真的很帅，真的很好看啊。会买吗？如果有钱可以买，但是我没有钱，我一直以来都喜欢小车身的样子，对吗？后面再美啊，它会离你更近，有没有？我现在在这个年纪不需要那么，对我这个人是最。
105800赞。香。好，牵车。好啦，谢谢我们今天的美女 Sylvia。耶！走，我们去订车，走。好啦，我们影片差不多到这边了，我也水完一大部分了。那等等呢，我可能直接去 SYM 经销商直接订一台158。至于什么颜色呢，我还不知道。但我希望大家直接去买白色跟蓝色就好，不要跟我抢黑色，大概是这样子。差不多到这边了，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